从2000年开始，国际上到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因为这里有着全球最为高效的器官移植手术。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找到匹配的人体器官。在其他国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往往需要好几年的等待。但在中国，你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第2天就可以动手术。有人戏称，买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过去数十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将是笼罩在中国所有人头顶的一片乌漆漆的黑云。普通人对此一无所知，仍旧歌舞升平。但实际上，其中内幕之深早已经是暗无天日，令人窒息，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不安全的。首先，我们需要理清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器官移植肯定是等人死了之后才把器官取出来进行移植，大错特错。比如心脏移植，供体在摘取器官时，必须心脏还在跳动，这才可能完成有效移植。因为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就迅速缺血坏死。从法律上来说，摘活人的器官那就是故意杀人。只有一种情况合法，那就是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什么叫脑死亡状态呢？就是大脑功能全部终止，只能靠仪器维持呼吸和心跳。手术必须在呼吸机的支持下进行。摘取心脏后迅速冷却保存，并运输到受体的手术台。注意，昏迷过去不是脑死亡，植物人也不是脑死亡。一个人暂时昏迷或者植物人状态，他的大脑还没死，他的心脏不需要靠仪器仍然能维持跳动，他还是活人。这样的人是有可能再次苏醒的。而大脑死亡后，如果不靠仪器，人心脏是会停止跳动的。脑死亡就是一种生物性的死亡，人其实已经死了。所以，把一个植物人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这同样也是故意杀人。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在认定脑死亡这一点上，医生掌握了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病患家属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国际上公认，在中国脑死亡认定并不规范或者没有普及，而不仅是心脏必须从活体中摘取才能移植，其他一些器官，比如肝脏、肺、胰脏、小肠也必须如此。肝脏虽然在死亡后可以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保持活性，但时间太短了，最佳状态仍然是需要活体，所以几乎都是活体摘取。肾脏是可以在死亡后30分钟内摘取，但存活率已经大幅度下降，所以活体摘除仍然是更好的选择。眼角膜可以在死亡后几小时内摘取，冷藏后短期内仍然可以使用。所以我们经常听说的一些常用的器官移植，多数都必须是活着的时候摘取。而我们经常看到有新闻，有人因为一个小毛病进了医院，然后在治疗过程中说变成植物人了，然后就医生出来劝家属器官捐献。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谋财害命。植物人不等于脑死亡。中国的医生会故意坑害病人，非法摘除器官吗？答案是会。这已经不是流言，而是已经有不少做出了判决的案子了。2020年，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就出过这么一起案子，一共抓了6个人，其中有4个人是医生。从2017年到2018年，他们就非法摘取器官至少11起。曝光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农民，叫石祥林。石祥林住在安徽怀远县河六镇杨湖村。2018年年初，因为家庭纠纷，石祥林的哥哥将母亲李萍和石祥林一家3口砍伤。事发后，4个人被送往怀远县人民医院救治。伤情最严重的是母亲李萍，被送进了 ICU。ICU 的主任杨树勋很快就找到石祥林的妹妹，说他母亲快不行了，就算抢救过来也是瘫痪在床。捐器官的话，还可以为他们申请最高标准的国家补助20万。因为急需用钱治疗其他人，加上石家人认为捐献器官是件光荣的事情，他的妹妹和父亲便同意了这件事。2018年2月14日，石家人在所谓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2月15日凌晨3比55分，李萍办理出院并停用了呼吸机。随后，李萍被送入江苏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中。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凌晨5点，李萍心跳停止。而在这个时间前后，医生在救护车内对李萍进行了器官摘除。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版显示，理想的供肝能保存时间不超过8小时，肾脏能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
这就意味着最晚在16号的凌晨，李萍被摘除的器官就要移植到受体的体内。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个户名为黄超阳的人通过银行向石祥林的堂哥石子君汇款20万。这件事从头到尾，石祥林并不知情。出院2个月后，法医通知他去做伤情鉴定，他才知道母亲的肝脏和双肾都不见了。石祥林发现杨树勋提供的登记表上，登记单位和编号一栏都是空的，原本应该盖印章的地方也是空白，感觉特别敷衍，特别草台班子。杨树勋解释说忘记填了。石祥林跑去问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结果都被告知没有他母亲李萍的器官捐献登记信息。石祥林怀疑母亲并不是正常的器官捐献，而是被人害了。这中间，杨树勋竟然通过中间人说要给石祥林46万元的封口费。杨树勋的妻子也拿了一大包现金找到石祥林，说这46万也不容易，东借西借你就不要告了。为了更好地留下证据，石祥林收下了现金，但当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直到2019年4月，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来了，警方才正式立案侦查，案子很快告破，受害者一共有11人。这伙人就是医生家内鬼作案。杨树勋，怀远县人民医院 ICU 主任，负责物色供体，忽悠家属；黄新立，南京鼓楼医院主任医师，上线负责主刀摘取；陆生，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曾由 OPO 器官获取组织工作过；王海良，淮北矿工总医院医生，协助手术。摘取器官的手术一般就在一辆外观有救护车标识的白色面包车上进行。更可怕的是，从2013年9月起，中国有一个全国强制使用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电脑系统 COTRAS 系统。但黄新立等人采取先移植后分配，伪造篡改医学资料，把这些假资料录入系统，将非法获取的人体器官洗白。2020年5月涉案的6个人被以故意毁坏尸体罪，分别判了10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个判决很明显太轻了。根据律师推断，李萍在被推出医院进入救护车时应该是活着的。医生为了利益，是否故意不对李萍进行治疗，就等着进行器官移植呢？器官移植旅游指的是海外的患者前来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加拿大医生扎尔兹曼，他有至少50名患者曾经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他称这些供体为活死人，虽然活着，但已经变成了死人。韩国纪录片《杀戮：中国移植旅游的黑暗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一个肝脏花费13万美元。护士说，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将新鲜的器官带到这里。日本患者北村健一郎，2016年他联系中介后，10天就在上海接受了肾脏移植，花费8万美元。国际医学专家调查发现，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在6万到10万次，远高于官方宣称的1到2万次。在医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中国器官从来不用等，百里摘心术。2006年，吉林大学第2医院，病人谢宝石入院第2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医生10分钟摘下供体心脏，3小时后就移植到了病人体内。48小时2次换肾。2006年，北京海淀医院，病人薛艳玲第1次换肾失败，医生说30号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果然，第2天晚上，医生就带着肾源回来了。在国外要苦苦等3年的宝贵肾源，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腰子似的。国际医学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大陆一定存在着庞大的地下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也就是有事先已经验好血型和做好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随时等着被送入屠宰场。中国官方曾长期咬定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但是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中国死刑犯每年有多少人？2000年左右约5000到1万人，2010年约4000人，近年约1000到2400人，而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案例至少2万件，甚至更多。即使按照20%到30%的匹配率，4000个肝移植需要1.2万到2万个供体，死刑犯的数量远远不够。那么其余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2021年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国走失人口高达100万人。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监控摄像头，为何人口失踪频频发生且找不回？2007年，河北石家庄流浪汉童德飞被谋杀，
体内5个器官被摘除卖给医疗机构。2014年，中国最大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被告人在出租屋内圈养几十个供体活人，摘取肾脏51枚，涉案金额上千万。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第6部分，白色巨塔制度化的罪恶，这些被黑市摘取的器官最后流向了哪里？答案很明确，最终都是进入了医院，进入了手术台。真正有能力完成器官移植的，始终是那些配备齐全的大医院。黑市的终点是白色巨塔。2022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器官移植专家郑树森的一篇论文被国际期刊撤销，理由是论文中有563例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中国建立了一系列看似完善的制度，如 COTRAS 系统、红十字会见证等，但实际上往往沦为合法包装非法器官来源的工具。国际研究团队分析数据发现，中国的捐献数据不像是自然增长，更像是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充满了造假嫌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器官？除了普通病人，还有数量庞大的权贵群体。高占祥前文化部副部长悼词中提到，他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曾高调推销981首长健康工程，号称全球第一医疗系统，专为领导人服务，目标是延寿到150岁。宣传片明确提到，该工程囊括了肺器官功能再生肺。2015年，军队退休少将蒋彦勇 SARS 吹哨人揭露，中国军方医疗系统深入参与死囚器官的交易与摘取，背后与政法委构成了长期勾结。3联生活周刊曾透露出关键一句话：中国98%的器官资源掌握在非卫生部系统。这个非卫生部是谁？不就是政法系统、军队系统以及地下黑市吗？中国的非法人体器官买卖是一个贯穿医疗系统、司法系统、军队系统以及国家保健体制的黑箱网络。而这个系统背后的驱动力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权贵对延长生命的渴望。中国的器官移植黑幕与其他国家非法贩运完全不同，在多数国家犯罪的是地下网络，而在中国运作的是一整套制度化的权力体系，这才是令人恐惧的真相。不是没有证据，而是没人能碰；不是无法曝光，而是无人能追。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悄然活在那张看不见的器官价目表上。所有普通中国人，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安全的。而这个国家失去的也不仅仅是医疗伦理、法律底线，更是整个文明的底色。最近2年，我都记不清楚中国发生了多少起学生在学校离奇案件了。从2022年震动全国的胡宇兴案，到2025年陕西蒲城职业教育中心坠楼案，再到今天要讲的河南新蔡县某中学生宿舍离奇案，每一件都是疑点重重。学校和警方的处理方式很让人迷惑，很难让人理解。更离奇的是，大多数的案件都让人把它和器官移植联系在一块儿。这孩子是不是又和某个领导匹配成功了呀？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抽血、检查等。学校每年不定期搞这个体检你们一定要让孩子完全的按照学校的标准来一下体检，不然的话，孩子的体检单过不了，你就给学校或者老师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和麻烦。一般学校体检他会提前通知的，或者让你交费有的免费，或者也给你说，你准备好，接下来准备好了吗？就一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保证孩子的饮食清淡，早上起来之后要空腹检查。这样的话，尽量保证孩子的抽血或者说心电图或者说其他各方面的几个指标它能通过率的概率会大一些。尤其是很多学生一听说让你空腹检查，怕饿着，前一天都准备好了很多零食连辣条奶茶各种糖就是一通狂撒。家长一定外面好了，千万不要让孩子吃这些乱七八糟的零食，不然抽血是不合格的。更不要嫌做饭麻烦，图省事儿就带孩子吃晚餐肯德基炸鸡腿汉堡奶茶尤其是这种高盐高糖高卡的，就是这种东西这种食物给孩子吃了之后它的转氨酶包括这个红蛋白这个东西数据会随之而来。像这个红烧肉大肘子什么海鲜大这种虾膏嘌呤的，这个也是高热量的高油的，也不要多吃。以前有一个粉丝，他孩子第2天体检，前天晚上带孩子去烧烤吃，还喝了2瓶啤酒，简直就是荒谬。你这个体检单来肯定是不合格的嘛。
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孩子喝啤酒啊，这个一定要禁止啊，对孩子的未来和健康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一些胆小的学生啊，一听说这个检查要抽血疼疼，然后装病，家长还给他假的。我说这样是非常不好的，你给老师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对于学校来说是不允许的。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学校能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和未来的话，就好好配合校方的工作。更可怕的是，你还没有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学校和有关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隐瞒和删帖，长此以往就会彻底灭掉公众对公权力的信任。我不知道中国这些年发生的这些校园案件和器官移植到底有没有关系，但学校和警方啊，确实给公众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所以这就导致了每次一起发生校园安全事件，就会引发公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恐惧和不信任，甚至会大大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啊！因为我生孩子也没有给权贵们提供一部分的中国家长能够忍受学校给孩子洗脑。你觉得我们跟我们国家哪个国家的科技更先进？你肯定高科技还是人家美国嘛？说出3样美国比我们先进的。一对第一芯片啊，航空类的，说错了，我们航空已经比它强了。那你要说2句绝对正式。那你觉得我们的芯片和美国谁更先进？早已经比他们强了，我们后面也是自己造的生长芯片。那航空航天呢？美国之前送了2位宇航员，现在还需要我国的帮助，他们才能返回。那你就像我们比美国先进的地方吗？我们比美国城市环境更好。AI 人工智能 AI 我们也比美国强，是吗？能够忍受老师体罚，甚至能够忍受让孩子过监狱一般的生活，但孩子们的生命安全一定是中国家长的底线。但就这么低的一条底线，也频频被学校以非常粗暴的心灵突破，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件事。事情发生在河南新蔡县经市清华园高级中学。2026年1月8日早上5点多，一名13岁的中学生朱某发现死在了宿舍内，但学校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长，而是让救护车赶紧把遗体拉走。至于他们要拉到哪里做哪些处理，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当时正好有一辆货车挡在了学校门口，不让救护车走，说要等孩子父母到了学校再说，不能拉，在后边车上，在他车上，你不能拉，现在不能走。等其他人过来再离，以等你空车不重，不能拉人，不能拉我是空车不能拉你，你等其他人过来了，你这不能拉人家小家长没过来，你保安也不能拉人家。小孩死了，咱家长没来，你就跟着往外拉，那能重？叫人家家长看着小孩的。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名货车司机正是受害学生的姑父。他是因为接到了同样在该学校上学的儿子的电话，才得知朱某已经不在了的消息，他才赶紧开着货车赶到了学校。应该有1半的新台湾人刷到清华园学校这件事儿吧。今天我也听到他们家长说的这些话，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总结一下，从就是5、6点吧，5点多6点的时候，他们他小孩姑父已经接到信息，说是小孩已经不在了。当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是小4警察、救护车都在这儿，他们不能进到宿舍边看这个小孩的现在是啥样子。孩子姑父也没有办法，只能在学校门口堵住他们，因为他们肯定会把孩子运出来嘛，他们只能在这儿堵住的。显然就是一直没有见到孩子。中间有一次是他们学校老师带车说带着他们去看看，然后等一个人回来了，我都问他姑父，我说你看着小孩呗，然后他姑父说是没有看到。然后等到12点多1点吧，12点多1点，然后有一个警察说来了，警察来了，说警察带着他们去，然后那儿说这个时候才看到小孩。非等于说第一现场没有看到非，然后等了那么久，从5、6点看到12点多1点，你想想这么久才看到小孩。小孩之后呢，小孩他爷看到说的是小孩嘴里还在流血，腰窝里那块有一块是污的。现在他们家长的疑惑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现场不让去看，而等到下午的时候，他们这个大人在宿舍边，他小孩的东西已经全部没有了，宿舍被收拾了一干二净。你想想，第一个现场不让人家看，等去的时候东西已经被收干净了。天哪，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现场有很多人在猜测是植入暴力，然后被打的被硬打坏了这样。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不知道到最后是啥样能警察会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根据这位女士的描述，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
当时啊，学校有警察也有救护车，但就是不让受难者的直接见到孩子。中间有一次啊，是学校的某个老师说要带他们去见孩子，才把堵门的姑父给支走了。但当时下午1点，有一个警察带着家长们去了医院的太平间，才让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孩子的遗体。6点多通知我们来了，结果呢，一直不让我们见到小孩，一直让我们在学校在外面站着。到了下午1点了，才让我们上医院太平间里去见小孩。小孩在聋子学校关里躺着了，这样人家愿意不？有没有天理？有没有公道？不是吗？不知是哪个家长能接受的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让我们第一次见孩子？说没有就没有了。既然很有可能是老师把家长支走的那段时间，孩子才被秘密地转移到了医院。而且根据家长拍摄的视频显示，匪受害者嘴角还挂着淡红色的血迹，胸口左胸的位置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针孔。所以啊，这一切的一切就非常诡异。学校和警方为什么不让家长看到第一现场？孩子到底是怎么没的？为什么要把孩子的个人物品全部清理掉？还有孩子胸口的那个针孔又是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后，学校方啊并没有给家长做出任何解释，而孩子们的家长就一直在学校门口等待。随着消息的扩散，1月9号上午，新蔡县越来越多的家长和群众就聚集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门口并给家长一个表态。但很快，特警也赶到了现场，对人群进行了驱赶。1月9号上午11点50分左右，交警和警察就将学校门口以及通往学校的所有道路全部封锁了。由于学校和警方的欺骗，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公众的各种猜测。就比如有些网友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判定为心源性猝死并符合器官捐献条件的是，吞吐量会通过心尖定位或打孔，将特制的器官保存液块速灌入主动脉中，让保存液流经心肌等可移植器官，迅速降低器官温度，冲走代谢物，以维持器官的生理活性，为后续的器官移植争取时间。我在看到这个说法之后啊，也是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啊，所以就分别问了 ChatGPT 和豆包。没想到啊，这技术其实是真实的，尤其是豆包，它给出的解释和说明相对于 ChatGPT 更全面，甚至还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图标。不愧是我们的国产 AI 啊，果然是技术行业存在专攻啊，可不敢胡说啊，不敢胡说。看这个窒息的位置啊，是不是和学生朱某左胸针孔的位置高度一致呢？而且啊，这个技术的作用原理是向死者灌注低温保存液，器官温度迅速降低至0到4度。这不仅解释了受术者左胸针为什么会有孔，也解释了他的嘴角为什么会出现淡红色液体，就是在中被大量注射了保存液导致了血液导致的。同时还解释了警方和校方死活不让家长见孩子遗体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下午的时候又允许家长去医院的太平间见孩子了，很可能是因为拖中间的时间太久了，导致甚至被注射了保存液，中间的器官也没有保持住活性，失去了器官移植的价值。这样说来，是不是一切都说通了呢？虽然我对各种阴谋论都保持着非常严格的态度，除非有非常准确的删减证据，否则的话我很难去相信的。但开始案件确实太邪门了，不得不让我往那个方向去想。而且啊，原来来自官方通报器官保存液的说法还更可信。今天上午7点左右，官方正式发布了情况，通报的是这么说的：经调查，朱某在校期间未与他人发生过冲突，死亡前一天未发生异常情况。经检查，朱某全身无外伤，排除生前受到外力伤害，毒化检验后排除中毒所致。经会检验诊，朱某系心源导致死亡。大家还记得器官保存液的使用条件吗？就是当判定为心性猝死并符合器官捐赠条件的。而且啊，器官保存液的这个说法不是官方通报之后一致的，而是在昨天就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了，所以这又加重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的怀疑。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左无菌针孔系法医抽取毒化检验时规定血液形成时，嘴角红色液体系法医翻动死者时体液跳跃。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也请广大网友尊重事实和法律，尊重逝者及其亲属，文明上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洁健康的网络空间。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个针孔是法医抽血进行化验时留下的。
所以我就又问 ChatGPT 从左胸打孔抽血的必要性。ChatGPT 说不需要。法医抽血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应该从左胸打孔，也不应该制作股静脉或者是股动脉颈背根部。如果死亡时间比较短的话，也可以选择从手臂静脉或者是颈部血管抽血。那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从巴黎进行打孔呢？一个是死亡时间很久了，外周血严重犯罪，或者是已经进入了正式的尸体解剖程序，且需要多个样本交叉验证。但很明显，受害者呀并不符合以上任何一个条件，所以说这可以怪我们不相信官方通报吗？当现实证明和所谓的谣言一一逻辑闭环，而官方通报却遮遮掩掩、漏洞百出的时候，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不去相信网友们的合理猜测。哎呀，除了此以外，一份官方通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进行解释，就比如为什么不让第一次见孩子？为什么急着转移遗体？为什么要清理宿舍里的个人物品等等？更讽刺的是什么？更讽刺的是，官方在通报里还强调欢迎社会各界监督，但现实呢？现场被封，道路被断，人群被驱散，讨论被清空，你管这叫欢迎监督吗？现在连演都懒得演了是吗？啊呸！呵呵。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无从知晓，因为证据和线索早就被忽视的差不多了。不过也许啊，这就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对他们来说，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掌握对真相的解释权。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相信。就比如我今天还刷到一个新闻，也让我很久都无语了。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吧。此时此刻呢，我正在用卫星电话向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报道。自上周1月8号晚间，伊朗网络都出现了中断的状态。从今天开始，伊朗的打车软件等部分网站已经恢复使用，但是民众仍然无法接打国际长途，网络状况依然确定。根据我的观察，目前德黑兰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超市里面的蔬菜、米面油等都保持着稳定和正常的供应。我觉得这个报道根本不适合有脑子的人听。只要你还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就会觉得很奇怪。既然伊朗还处于网络中断的状态，你是怎么判定伊朗的打车软件部分网站已经恢复使用了呢？顾虑使用打车软件不需要使用网络吗？还有什么叫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超市里有就叫供应充足吗？你所观察的那个超市是老百姓经常光顾的平价超市，还是只有权贵才能消费得起的高级超市？还有那些米面粮油分别卖多少钱？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能买几两肉？你的原料标准到底是什么？还有前两天在网上爆火的一个视频，2名警察冒着生命危险从结冰的河里救起，一面5星红旗，而且当时恰巧有5个机位记录在这感人的一幕上，一点姿势拍的痕迹都没有。还有上个月的一则新闻，说山东威海另外一对中夫妇年提着15万的现金来到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营区门口，称要捐钱给部队支援国防建设，而且还是给部队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你就不能想太多，你越是胡思乱想，活得痛苦。因为每天都会有各种侮辱人智商的东西刺激你的神经，简直太难受了。尤其是当我看到像清华园中学的这种事情，除了无语，还有无尽的愤怒和无力感。所以有时候我还是挺羡慕小粉红的，能像一个同样快乐的活着。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告诉你屎有100种吃法。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告诉你屎不能吃。什么叫洗脑？洗脑就是别人各方面告诉你屎里面有很多种营养哈。什么叫认知？认知就是地球人说破天你都觉得屎是不能吃的。可悲的是，大多数人既没有学会文明的底线，也没有守住认知的清醒，最终在文化的包装和洗脑的轰炸下，心甘情愿地吞下那坨屎。但凡只要一个人说，去了中国大陆我们就会被摘器官，或者说谁谁谁换了这个器官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年轻了。但凡你说了这样的话呢，就好比告诉大家，哎呀，我是傻逼，我是傻逼，我是傻逼。台湾的青鸟相信李连杰换心脏换血，人家得了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有点水肿，说人家换了心脏。那就让我这么一个正常人，我不聪明，我也不是很牛逼的医生，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我是什么？首先，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地区范围内，器官移植治疗是一种合法的行为，是一种治疗方式。
买卖是不合法的，但是器官移植治疗它是合法的器官，它是一种治疗行为。只要你确实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来治疗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你是可以去医院做这个治疗的。这些移植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有的急诊室啊，死于车祸的呀，年轻人呀，那个人可能活不下去呀，当然可能会有人去跟他们的一方洽谈呀，说不能把这个器官当做一个捐献者，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他是你来了中国大陆，我突然之间一把把你闷倒，拿一把刀直接把你的器官移下来，那也没有用。因为器官移植它需要很严格的移植的时间，并不是说你割下来放在这里能持续，然后等你1个2个小时拿过去做移植。器官移植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它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呢，你现在我把你的肾割下来那也没用，而且移植你的器官之前我需要严格的配型，这个配型的过程需要你先抽个血。我做了这个隔一段时间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配型成功耶移植，切前后需要很多的流程和步骤呢。如果说我都没有配型，我直接给你移植我的躯干，那我不找死啊？这排异反应直接搞了，你以为是个零件对不对？直接摘下来了，这么直接放上去就可以用了是吧？不是很简单，我们这个教育啊要从娃娃抓起啊，这么基本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有的人会想，我器官移植，比如说我现在已经80岁了，那我移植一个20岁的器官，我就可以变成20岁了。你觉得这个可能吗？我们人的心血管不只是器官的心血管。什么叫冠心病？冠心病是心脏病的冠状动脉，它是导致心肌病的，或者说是心脏病的，这个叫冠心病。就说明人老了的时候，你得了心肌梗死，突发你把这个器官换掉了，那你其他身上还有颈动脉呀，还有什么动脉呀，这个动脉有心血管有斑块呀，你的这些血管也还是有风险的呀。你换个器官就可以了吗？你就可以重新年轻了吗？你们是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谣言呢？美国呢有一个硅谷的富豪，身价是50亿美元，他为了保持年轻的，他怎么做呢？这个人叫布莱恩·约翰逊啊。他的做法我倒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匪夷所思。他怎么做呢？他花了很多钱养了一个30个科学家的团队呢，来专门保持他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他做什么事儿呢？他和他的儿子呢，会经常破坏。看他身价50亿，有近30个医学家的团队来找他的身体，他都没有去选择器官移植。你们的美国爸爸都没有对象。结果你们把这样子的低智商的谣言呢扔到中国大陆，你觉得你可以开展表演吗？表演台湾人很聪明，长相台湾人有自由，这除了能表演自己的智商之外，你还能表演吗？第3点，器官移植要承担非常大的医疗风险。每一个器官移植之后的人呢，任何一个要长期吃排异的抗排异的药物，这种抗排异反应严重会导致死亡。所以医生可以告诉你，你移植之后呢，一定会比以前更好。不可能的，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对于一个器官移植那是更加风险了呀。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的器官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是最好的。以上我说的这些呢，是我们大陆人民呢，基本上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我们基本上有这个基本的认知能力。所以这样子的贪婪，这样子的谣言是不会在大陆这个地方盛行起来的。可怜又可笑又可恨。从2000年开始，国际上就到了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因为这里拥有全球高效的器官移植手术。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的是找到匹配的人体器官。在其他国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肾脏肾，往往需要好几年的等待。但在中国，你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第2天就可以动手术。有人戏称买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过去的岁月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将是笼罩在中国所有权头顶的一片乌漆漆的黑云。普通人对此一无等同的歌舞升平，但实际上其中内幕之深早已经是暗无天日，令人惊叹。甚至可以说，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是不安全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器官移植肯定是等人死了之后才把器官摘下来进行移植，大错特错。比如说心脏移植，供体在摘取器官的时候，必须心脏还在跳动，这才可能完成有效的移植。因为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就迅速死亡。从法律上来说，摘取活人的器官那就是杀人。只有一种情况合法，那就是供体处于脑死亡状态。
什么叫脑死亡状态呢？就是大脑功能全部终止，只能靠仪器维持呼吸和心率。手术必须在呼吸机的支持下进行，取出心脏后快速冷却保存并输送到手术台。注意，过去的昏迷不是脑死亡，植物人也不是脑死亡。一个人暂时昏迷或者植物人状态，他的大脑还没有死，他的心脏不需要靠仪器仍然能够维持跳动，他还是活人。这样的人是有可能再次苏醒的。而大脑死亡后，如果不靠仪器，人心脏是会停止跳动的。大脑死亡就是一种生物性的死亡，人其实已经死了。所以把一个植物人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这同样也是杀人。非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非在认定死亡这一点上，医生掌握了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患病一方完全接受状态。而国际上公认的中国脑死亡认定并不规范或者没有普及，中国的医生会故意坑害病人非法摘除器官吗？答案是会，这不是流言，而是已经有明显的成果了。非2020年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就出了这么一起案子，非一共抓了6个人，其中有4个人是医生。从2017年到2018年，他们就非法摘取器官至少11起。受害者李平案，2018年初，石祥林的母亲李平被送进了 ICU。CQ 主任杨树勋很快就找到了石祥林的妹妹，说他的母亲快不行了，捐赠器官还可以为他们申请最高标准的国家补助金20万。2月15日凌晨3时55分，李平办理出院并失效了呼吸机。随后，李平被送入江苏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中。根据规定的说法，凌晨5点，李平心跳停止，而此时前后医生在救护车内对李平进行了器官摘除。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年版展示，理想的供肝功能保存时间不超过8小时，内部能保存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这意味着最近在16号凌晨，李平被摘除的器官将被移植到微处理器的现场。杨树勋的上线叫黄新立，南京鼓楼医院主任医师，还有陆生，江苏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他们都曾经在专门负责器官捐赠的官方组织 OPO 工作过，所以这个伙计就是医生加内鬼作案。摘取人体器官的手术一般就在这台黑救护车上进行。根据法院判决时的说法，从2013年9月起，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全国强制使用的人体器官分配与消耗电脑系统 COTRUS。黄新立等人采取先移植后分配，伪造篡改医学资料，把这些假资料录入系统，将非法获取人体器官洗白。这个案子严格意义上讲是知法犯法，而且带有绑架性质，还不是1起，是11起。关键原因就在于取证困难。除了参与手术的人，其实活着很难确认病患被摘取器官的时候是否还从2000年以来，估计每年有3000名韩国人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非韩国纪录片《屠杀：中国移植旅游的黑暗面》非显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个肝脏的花费是13万美元。护士说，在中国得到器官很容易，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将新鲜的器官移植到这里。非加拿大的调查，非大卫·乔高、戴维·麦塔斯以及伊森·格特曼共同撰写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非大屠杀》证明，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是在6万到10万次，这与官方关于中国每年只进行1到2万次移植手术的说法相矛盾。离奇的中国速度案例，非百里摘心，非2006年2月27日，吉林大学第2医院。病人谢宝时需要进行心脏移植，第2天就找到了匹配的心脏。医生苗李宁去取供体心脏，10分钟就摘下了一名男子的心脏。非48小时2次换肾，非2006年北京海淀医院，薛艳玲9天等到第1个肾源，手术失败。主刀大夫说30号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果然到了30号，医生带着肾源回来了。在国外要苦苦等3年的宝贵肾源，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子腰似的。国际医学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事先有好血型并做好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进医院，也可以叫经验屠宰场。中国官方曾长期依赖毒品贩提供器官。1984年暂行规定，只要不来收尸或者药品违法义务，就可以支持医学事业。2005年，黄杰夫承认，中国大多数器官移植所用的器官来自毒品贩。
但是数据对不上。中国致命犯每年大约在2000到4000人，近年较少，而器官移植箱每年至少2万件，实际上可能高达6到10万件。即使按所有的致命犯都捐献来算，也显然不够。那么其余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失踪人口。2021年中国失踪人口财政显示，2020年全国失踪人口高达100人。庞大的失踪人口中，有没有人是人体器官移植的受害者？2007年河北石家庄案，流浪汉童德飞被谋杀，境内5个器官被摘除卖给医疗机构。2014年中国最大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15名防御圈养数十个供体器官库，摘取肾脏51枚。2022年11月，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的一篇论文被国际期刊推翻，理由是第563章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如果中国的司法系统真的想刹住非法器官买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抓小人物，而是往上查医院、查主刀医生、查器官配型记录。但现实是，中国的执法系统极少对医院动真格的调查。权贵的需要这些器官的可能不仅仅是普通的患者，还有数量庞大的权力贵群体。前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去世后，悼词中说，身上的脏器换了很多部分都不是自己的了。非301医院与981首长健康工程。匪宣传片中明确提到，该工程囊括了第一个器官功能再生，号称全球医疗系统，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目标是延寿到150岁。2015年，解放军退休少将蒋彦勇 SARS 少人揭露，中国退役医疗系统深入参与死囚器官的交易与摘取手术，背后跟中共中央政法委构成了长期勾结。三联生活周刊曾揭晓关键词：中国98%的器官资源掌握在非光纤系统。这个非光纤是谁？不就是政法系统、军队系统以及地下黑市吗？中国的非法人体器官买卖是一个完整的医疗系统、司法系统、军队系统以及国家保健体制的黑箱网络，而这个系统背后的驱动力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权贵对延长生命的渴望。中国的器官移植黑幕与其他国家非法侵入完全不同，在大多数国家，犯罪是地下网络，而在中国运作的是一整套制度化的权力体系，这才是令人恐惧的真相。不是没有证据，也没有人能阻止，不是无法曝光，而是无人能追。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悄悄然活在那张看不见的器官价目表上。所有普通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安全的。谢谢大家。